罢了，让他弄吧。无奈之下，还是有人妥协了。在此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妥协。而这种情况下，宋伯丘也是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表示了默许。若是诸位前辈都同意的话，那我可就破阵了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那些修炼资源收了起来，随后便转过身去，开始准备破阵的阵法。然而，在楚风转身的一瞬间，宋伯丘的嘴角却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。事实上，不仅是宋伯丘，在场的不少人眼中都是闪过了一抹冰冷。他们终究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自然不甘心被一个小辈这样威胁。所以，别看他们眼下同意了楚风的所有要求，可是当楚风做完了他们希望楚风去做的事情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会找楚风讨要一个说法。如果说现在楚风是大爷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便是大爷。只是这些人并不知道，他们脸上的微表情竟然全被楚风捕捉到。捕捉到他们的表情后，楚风没有一丝慌张，反而他的嘴角也是扬起了一抹微微的弧度。因为这些人的反应与楚风预料的一模一样，楚风早就知道他们这么做之后，这些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而楚风之所以敢这样做，主要有2点。第一点，这些宛如飞虫一般的修炼资源，对于尊者境来说有着极大的帮助。若是让这些人知道那修炼资源有着如此大的帮助，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些修炼资源交出来。而楚风顶着得罪这些大人物的风险，将这些修炼资源拿到手，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楚氏天族的族长黎氏天族的太上长老黎太乙，都有着凭借一己之力灭掉楚氏天族的实力。倘若日后面对的是整个黎氏天族，那等待楚氏天族的是什么，完全可以想象。所以楚风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他必须利用好这个机会，帮助楚氏天族族长提升修为。唯有楚氏天族族长强大了，楚氏天族才能强大。这个险楚风必须冒，这乃是楚风敢做这件事的理由之一。但是楚风从一开始就想到过，这些人可能会反悔。尽管有梁丘成风在此，他们会一些顾忌，可是梁丘成风毕竟已经身负重创，丧失了战力，总会有胆大的人为了利益而不给梁丘成风面子。而楚风之所以想到过事后的危险，还敢做这件事，那就是因为楚风还有第2个理由。梁丘成风除了告知楚风破阵方法，他还告知了楚风，那座守护阵你是可以利用的，将其破开后可以保留守护阵的力量，使得其有守护力量化为攻杀力量。虽然转换后的攻杀力量远远不如守护力量强大，但也绝对不是在场之人能够抗衡的。到时候楚风有攻杀大阵在手，谁敢对楚风不利，那可是自讨苦吃。但是若想得到那攻杀大阵的力量，便必须做到一件事，那就是必须先破开这大阵，否则等待楚风的便是这些大人物们的报复。明白一切的楚风只能孤注一掷，拼尽全力的破解这座大阵。而好在楚风凭借梁丘成风的指点，楚风的破阵非常的顺利。此时楚风布置的破解大阵与那宝藏的守护阵法相互对抗，光芒四溢，能量翻腾，连着这座浩瀚大殿都在微微颤动。所有人都明白，楚风破阵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忽然，那破解大阵的中心区域出现了一个凹槽。见此情形，楚风赶忙纵身而起，来到了那凹槽之前。来到凹槽之前后，楚风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块石头，那正是梁丘成风交给楚风的石头。这楚风拿这个石头干嘛？然而众人却并不知道那石头的作用，所以纷纷表示质疑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那石头不过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碎石而已。可是下一刻，当楚风将手中的石头塞入那凹槽之际，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。此时那守护阵法的力量不仅削弱了大半，那阵法竟然也不断的扭曲，简直就是摇摇欲坠，随时都会崩碎。那石头竟有如此功效。此时众人才知道那石头的厉害之处，尽管心中对楚风充满憎恨，可也忍不住赞叹起来。楚风的确是奇才，难怪梁丘成风如此看重于他，并且断定楚风可破此阵。而在众人满眼惊讶之际，那虚弱的梁丘成风却是风轻云淡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可哪怕是预料之中，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是充满了欣赏，毕竟楚风可是做到了连梁丘蓝月和梁丘红月两姐妹都做不到的事。可是忽然之间，那守护大阵道道诡异的符文不断涌现，与此同时竟又有一座凹槽出现。看到那个凹槽之后，原本风轻云淡的梁丘成风也是神色大变，一副大事不妙的模样。与此同时，竟然惊呼出声，对楚风大吼道：“楚风，快退！”梁丘成风这一声快跑，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此时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梁丘成风，包括那身处于阵法之前的楚风。楚风小友，老夫失算了，此阵竟有2座破阵口，你现在速退，否则将遭受反噬。梁丘成风怕楚风不懂，于是解释了自己让楚风速退的理由。梁丘成风此话说完，楚风没有太过紧张，可是在场的其他人，那些来自各族的大人物们，脸色则是在一瞬间便变得非常的焦虑起来。梁丘成风失算，楚风要立刻退出破阵之法，那岂不是说楚风破阵要失败了？那他们岂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内阵法之内的宝藏了？然而就在众人一脸担心之际，楚风却是对梁丘成风说了一句：“前辈莫要担心，楚风早有准备。”话罢，楚风手掌一翻，便有一物出现在楚风手中。那是看到楚风手中之物，原本担忧的梁丘成风则是目光一动，满是忧虑的眼中竟涌现出了一抹喜色，因为楚风手中之物乃是一块石头。那石头与梁丘成风自结界门内所找到的石头非常的像，莫非那是？看到那石头的第一时间，梁丘成风心中就有了一个念头，他觉得楚风很可能也在结界门内找到了一块破阵的关键之物，此物便是那石头。就在梁丘成风心中有了这种先发之时，楚风已是将那块石头放入了阵法的凹槽之中。刹那间，
光芒大盛，所有人的眼前都是变得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无法看见，只能听到道道破碎之音自楚风所在的方位炸响开来，那声音轰轰作响，持续了非常之久。人们都下意识地觉得那阵法可能被破了，他们都想要第一时间前往楚风身前，想要抢先一步拿到那阵法之内的宝物，但是他们却有心无力。原来那白色的光华不仅仅是光芒那么简单，它竟然还有着强大的束缚力。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束缚了，他们根本就无法动弹。此时此处唯一一个没有被束缚的人便是楚风。楚风他不仅没有被束缚，此时他的眼前也并非白茫一片，那力量未能束缚他，那白茫也未能遮盖他，因为楚风站在阵眼之中。此时楚风的周身结界涌动，那是非常强大的结界力量，强大到可以抹杀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并且眼下这股力量正在为楚风所用，因为他们全部都在向楚风的周围涌动而来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楚风手中的2块石头，那2块石头正是破阵所用的石头，但是眼下这2块石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它们的颜色没有变化，但它们却化成了一股能量，涌入了楚风的掌心之中，最终那2股能量化作了2道符号印记，印在了楚风的双掌之上，而那股力量也彻底为楚风所控。若是楚风愿意，完全可以在此时运用这阵法的力量，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抹杀，独吞此处的宝藏。但是楚风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催动阵法，将这股强大的力量隐藏。与此同时，那束缚众人的力量也随之消散，而随着那力量消散的，还有让众人什么都看不见的白色光芒破开了。楚风小友，你竟然做到了！此时众人心生喜悦，当他们亲眼看到那守护结界消散，那宝藏就在眼前之际，他们对楚风也是再度刮目相看。然而众人还是第一时间来到了那宝藏之前，运用自己的感应之法，第一时间去感受那宝藏的力量。楚风小友，想不到你竟然也知道那结界门内有破解阵法的关键所在，老夫终究还是小瞧了你啊！此时凉秋成风已经可以站起身来，在凉秋红月以及凉秋蓝月的搀扶之下，来到了楚风的身前。他依旧非常的虚弱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，可是他的脸上却挂满了喜悦的弧度。尽管早就意识到楚风天赋异禀，可楚风还是给了他一个惊喜。楚风小友，你破阵未能成功，这宝藏被你弄坏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充满愤怒的声音却自那宝藏的方向响起，是宋伯秋。此时宋伯秋正一脸怒容地看着楚风，不知前辈为何有此话。楚风问道，我从这宝藏之中感受不到丝毫修武之道，这宝藏被你损毁了。宋伯秋说道，宋兄罢了，楚风小友也不容易啊。是啊。然而宋伯秋此话说完，与宋伯秋一起感悟那宝藏的一些大人物们却纷纷开口了。他们与宋伯秋一起感悟这宝藏，不过短短片刻，他们已是收获极大。凉秋成风并未骗他们，这果然是非常难得的修炼资源。而宋伯秋居然说他无法从中领悟修武之道，这不是扯淡吗？这完全就是找茬，是故意找楚风的麻烦。所以人们才劝宋伯秋让他算了，因为这修炼资源实在太利奥的。哪怕开始心中还想着找楚风麻烦的人，此时心中也是改变了念头。他们觉得楚风的功劳的确受得起他们给楚风的那些修炼资源。闭嘴，此事与你们无关，若谁敢多嘴，休怪老夫不客气。宋伯秋一双怒意满满的双眼扫过了那些开口相劝之人，此时那些相劝之人也是纷纷低下头，不再言语。宋伯秋，这宝藏如此利奥的，老夫还从未见过，蕴藏如此修武之道的修炼资源，你竟然说你无法顿悟？乌马天族族长冷声问道。他之前一直在为楚氏天族族长疗伤，并未第一时间来到这宝藏之前，直到宋伯秋刁难楚风，他才来到宝藏前，为的就是想一探究竟。而此时的结果让他断定宋伯秋就是故意找楚风的麻烦。你能领悟？依我看，你是想维护这个小子，所以连自己都骗。宋伯秋不屑一顾，宋伯秋，你究竟要干嘛？而就在此时，凉秋成风忽然开口了，尽管他很是虚弱，但是一双眼眸却如剑一般凝视着宋伯秋。他是想要回先前给我的修炼资源，可是还不待宋伯秋开口，楚风便说话了。当楚风说话之时，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，心中充满了惊讶。之所以如此，并非是楚风所说的话，而是楚风的表情。凉秋成风身负重创，宋伯秋乃此处最强者，眼下要刁难楚风，楚风绝对是大祸临头，因为没人能帮得了他。换做正常人，此时定会不知所措，满面慌张。可是楚风，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一丝慌张之色，相反，他竟然就像是一点威胁都没有受到一样，是那样的面色不惊。莫非此子真的如此胆大包天，内心强大到了身处险境也可面色不改吗？就在此时，一阵狂笑忽然响起，是宋伯秋。此时他仰天长笑，笑得极其猖狂。忽然他收起笑声，将目光投向了楚风，说道，既然你明知我心中所想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老夫不想欺负小辈，所以你不要逼老夫动手，自己拿出来吧。不想欺负小辈，那宋伯秋，你此时这是在做什么？楚氏天族族长拖着那虚弱的身躯站在了楚风的身前，哪怕此时很是虚弱，可是他却不能让楚风独自面对这一切。哪怕明知道是螳臂挡车，可他还是要挡在楚风身前。你挡不住我。看着楚氏天族族长，宋伯秋轻蔑地笑了笑。宋伯秋，今日你若敢对楚氏天族族长与楚风小友不利，老夫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凉秋成风说道。凉秋成风大人，您若是未伤，我自然不敢，但现在的您又能奈我何？我宋伯秋敢做这件事，就考虑到了你会报复于我，但我既然敢做，那便说明一件事，我宋伯秋并不怕你。宋伯秋话到此处，诡异一笑，随后眼中竟涌现出威胁的目光，对凉秋成风说道，现在的你怕是自身难保，
所以别对我不敬，否则我可能会做出对你不利之事。我的梁秋成风大人，大胆！你竟敢威胁我师兄！有本事你就动他一下试试，我师尊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梁秋红月指着宋伯秋愤怒地斥责道：“哼，这普天之下就没有我宋伯秋不敢的事。小姑娘，你觉得你师尊修为在我之上，便觉得我不敢？那你为何不看看那黎太乙？难道你觉得黎氏天族的族长修为就不在我之上吗？”宋伯秋指着黎太乙说道。梁秋红月很是愤怒，可却有些心虚了，因为宋伯秋所言有理，他既然打伤了黎太乙，就将面对黎氏天族的追杀。虽然黎氏天族的实力不如他师尊强大，可他也不能保证宋伯秋究竟会不会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事，所以他也是不敢多说什么，害怕宋伯秋丧心病狂，做出对自己不利之事。宋伯秋，你今日若想伤楚风小友，便从老夫身上踏过去。可就在此时，虚弱的梁秋成风却站到了楚风的面前。虽然他的确无力阻止宋伯秋，但却表达了他要保楚风的决心。梁秋成风，枉我之前还记你是1号人物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愚蠢，就凭现在的你，挡得住我吗？宋伯秋冷声问道。此时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无心去领悟那宝藏了，而是一脸无奈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他们都觉得楚风今日大难临头，谁都保不住他了。楚风小友，大丈夫不吃眼前亏，不过是交出一些修炼资源，总比丢了自己性命好，你就交出来吧。无奈之下，人们开始去劝楚风，毕竟宋伯秋也没说非要杀楚风不可，只要楚风交出修炼资源，大可避开这次祸端的。然面对众人的劝阻，楚风却是摇了摇头，随后他竟然走到了楚氏天族族长与梁秋成风的身前，面对面与宋伯秋对峙。见此情形，众人则是松了一口气，他们都以为楚风是要服软了，可是下一刻楚风却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脸色大变的话：“宋伯秋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现在对我道歉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；否则，你就算跪地求饶，我楚风也不会放过你。”楚风对宋伯秋说道：“天哪，他这是疯了吗？”此时，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这样觉得，就连想让楚风死的黎太乙也这样觉得。他们都没有想到，楚风会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种挑衅宋伯秋的话。莫非他是不想活了吗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而此时，宋伯秋更是勃然大怒，只见其大喝一声，其体内便释放出了强大的威压，他是要对楚风动手了。感受到宋伯秋的威压，人们都暗叫不好，觉得楚风要倒大霉。可忽然一声闷响传来，随后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，满眼的震惊之色，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，要对楚风出手的宋伯秋，此时竟然跪在了楚风的面前。忽然之间发生的一幕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此时，人们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楚风，心想：难道是楚风做的？楚风竟真的拥有如此力量？你是谁？忽然有人大喝一声，并且面露惊慌之色，顺着那位所望的方向，人们惊愕地发现，在结界入口的方向竟然多出了2道身影，而这2位他们并不认识，竟然是你们！一声声怒喝同时响起，乌马天族的许多族人皆是面露怒容地盯着那2人，而此时最为激动的却要数楚风。楚风一眼就认出这2位乃是他朝思暮想之人，苏柔与苏美。抓住这2个妖女，乌马天族的众位族人忽然出手了，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2个掠夺他们资源、打伤他们族人的要犯。然而只见苏柔手臂轻轻一挥，那刚刚跃起的乌马天族众人便如同遭遇狂风的落叶一般，瞬间倒飞而去，狼狈的摔落于的。此时莫说旁人，就连梁秋成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凝重之色，因为那被击倒的乌马天族众位族人之中，还包括了乌马天族的最强者，乌马天族的族长。乌马天族族长可是一位5品尊者，然而那女子随手一挥，便将其击退，这等实力差距可不容小觑。你是何人？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，是宋伯秋，他仍然跪在地上，根本无法站起身来，但他却可以转头，此刻一脸怒容地望着身后的2人。而宋伯秋这一开口，人们也是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让宋伯秋跪在地上的人并非是楚风，而是这2名年轻女子。快放开老夫，否则我要你好！宋伯秋再度怒喝一声，竟威胁起苏柔与苏美。可是他话还未说完，站在苏柔旁边的苏美手臂一抬，一道流光便掠向了宋伯秋。那流光速度极快，竟自宋伯秋的口腔穿过，鲜血飞溅。宋伯秋发出了悲惨的咆哮，他不仅舌头被摧毁，口腔被洞穿，最重要的是那光芒体竟化作道道符文，自口腔钻入身体，爬满全身。此刻宋伯秋在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。在对付过宋伯秋之后，苏柔便探手一抓，竟将那修炼之物直接抓到了手中。住手！见到苏柔苏美竟然是奔着宝物而来，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，有人下意识的更是飞身而起，想要将那修炼至宝给抢夺回来。然而他们还未靠近苏柔，苏柔不过是目光一动，顿时寒气逼人。那位飞身而起之人更是被一股强大的寒气给冰冻在了半空之上，落地之后身上的冰才碎裂，但是此刻他仍是满面冰霜，浑身颤抖。我不想开杀戒，你们莫要逼我。此时一道声音自苏柔口中传来，那声音冰冷至极，且充满杀意。看看那位倒地之人，在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是身体一颤，随后哪怕再不情愿也不敢再开口。见状，苏柔与苏美则是转过身去，便要离开。站住！然而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声音响起，这个声音乃是楚风。楚风听得出来，先前说话的并不是苏柔，而是月仙，那是月仙的声音。但是旁人不知道楚风认识眼前之人。当楚风开口之后，许多人都是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。可谁曾想，
苏柔与苏美却是转过身来，只是看着楚风，却并没有出手对付楚风的意思。楚风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他们两个的身体我一定会还给你，只是现在还不行。此时，苏柔与苏美是同时开口的，但是声音却是同一个人的声音，那是月仙的声音。楚风小友，你们认识？当月仙说话之后，所有人都是对楚风询问起来，他们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楚风竟然会认识这两个人，尤其是乌马天族的人，更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只是面对众人的问题，楚风却是无心回答。他盯着月仙说道：“你可以借用别人的身体，没必要非抓着他们二人不放。倘若可以，我也早就换人了，但奈何唯有他们二人能为我所用。”月仙说道：“若是如此，我便不能让你离开此处了。”楚风此话说完，双臂忽然张开，在他的双掌之上，两道符文开始绽放光华。与此同时，磅礴的结界之力也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，那力量非常强大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。楚风他怎会掌握如此力量？此时，众人满面不解，但却是又惊又喜。虽不知道楚风从何得到的这股力量，但他们却明白，楚风具有如此力量，便可以从那两个妖女手中将那修炼至宝抢夺回来。他居然狠地做到了。而相比于旁人的不解，梁秋成风的脸上却挂着欣慰的喜悦。他知道楚风是掌握了大阵的力量，但是他很清楚，想掌握那大阵的力量很难，所以他才会如此欣喜。忽然间，磅礴的结界之力如潮水一般向苏柔苏美二人涌去。楚风是想强行将苏柔苏美从月仙的手中抢夺回来，然而在楚风动手的那一刻，苏柔与苏美却是同时摇了摇头。随后只见苏柔手臂轻轻一挥，楚风竟然倒退数步。与此同时，楚风所释放的结界之力竟然在这一瞬间便消散开来。天哪，这妖女！这一刻，在场所有人都是目露恐惧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楚风这可以抹杀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，在那妖女面前竟也是不堪一击。那么这妖女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？楚风，你难不住我！月仙此话说完，苏柔与苏美第一衫便舞动起来，刹那间，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力量充斥在这片空间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脆弱到了极致，脆弱到了对方一个念头，他们就会立刻粉身碎骨，魂飞魄散。这气息，莫非是尊者之上？两位姑娘，你们是？至尊境。梁秋成风满面震惊，因为他的确是被吓到了。他几乎已经确定，眼前的两位姑娘乃是至尊境的强者。可是至尊境那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境界，哪怕是他，距离至尊境也有着一定距离。可是这两个小辈竟然拥有了至尊境的实力，这让他如何能不惊讶？什么至尊境？当梁秋成风此话说完，已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众人脸上的恐惧之色也是越来越浓。毕竟至尊境对他们来说，那是一个根本无法抗衡的境界。然而面对梁秋成风的质问，苏柔与苏美却是根本不予理会，而是将目光扫向众人，以冰冷的语气说道：“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若是谁敢难为楚风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会叫他全族覆灭。”话到此处，苏柔苏美纷纷将目光落在了黎太乙的身上。此时黎太乙也是面色苍白，满面惊色。黎太乙来到此处后，哪怕面对梁秋成风，哪怕面对重创他的宋伯秋，也始终是有骨气的。他始终表明了他的立场，他就是要收拾楚风，也会找宋伯秋报仇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他面对苏柔与苏美的目光，他却怕了。他是发自内心的害怕与恐惧，已经到了连话都不敢说的地步。诸位，好自为之。话罢，苏柔苏美便身形一纵，离开了此处。而当苏柔苏美离开后，在场的众人也是如释重负。楚风，他们是谁？楚风小友，你认识那两个妖女？此时，众人纷纷来到楚风身旁，向楚风询问起苏柔与苏美的事情，但是却没人敢再向楚风讨要那些先前交给楚风的修炼资源，哪怕是宋伯秋也不敢，因为先前那两个妖女的话，不仅被他们听到了耳朵里，还映入了他们的心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感受到那两个妖女并不是开玩笑，并且那两个妖女的确具备着抹杀他们全族的实力。这两个妖女是可以在整个祖武星域掀起巨浪的存在，没人愿意得罪他们，同时也没人愿意得罪他们所要庇护的楚风。关于他们的事，在下无法奉告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来到了楚氏天族族长身旁。前辈，您怎么样？楚风，楚兄他并无大碍。乌马天族族长上前说道：“若是无事，那我们便离开此处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既然那宝藏已经被夺，我们继续留在此处也没有意义，还是尽快离开此处，免得生变。”楚风此话说完，众人也是纷纷表示赞同。其实，若是换作正常情况，他们没有得到那修炼至宝，绝对不会这样离开，会去向楚风讨要回先前交给楚风的修炼资源。只是现在，哪怕楚风愿意给他们，他们也未必敢要，也不能怪他们胆小，实在是先前月仙给他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。随后，众人便纷纷离开了此处。宋伯秋、黎太乙还有黎若初直接离去了。至于其他人，并未直接离去，他们不仅没有离去，反而与楚氏天族族长攀起了关系。他们本来是看不起楚氏天族族长的，但是现在却都想与楚氏天族有些关联，甚至有人更是当众表态，若是黎氏天族向楚氏天族发起战争，他们会站在楚氏天族这一边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楚风展现的天赋自然有着一定缘由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柔与苏美那样的强者，他们自然想要有些关联。而眼下唯一的突破口便是楚风和楚氏天族。只是原本这些人都是本着乌马天族的乌马圣劫而来，为了与他们保持关系，乌马天族族长更是将如此难得的远古遗迹拿出来与在座之人共享。可是现在这些人却都在围着楚氏天族族长，这让乌马天族族长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但哪怕再不是滋味，也没有任何办法。
楚风实在太耀眼了，在楚风的面前，无论是他族的乌马圣杰，还是凉秋红月以及凉秋蓝月，的确都是差了一大截。再加上苏柔苏美这两个恐怖的存在，事实上，就连乌马天族的族长也都想要与楚风打好关系了。楚风小友，有一事，老夫可能有些冒昧。忽然，凉秋成风对楚风说道：“其实，凉秋成风一直在与楚风交谈，但是当他说出此话后，在场的其他人都是停止交谈，将目光投向了凉秋成风与楚风这边。他们都感觉不对劲，因为凉秋成风的语气实在太过凝重和认真了一些。前辈何事？”楚风问道。楚风小友，既然在结界之术方面，你目前并无师尊，那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弟？凉秋成风问道。凉秋成风此话一出，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。其实，对于凉秋成风此时想收楚风为徒的意愿，大家可谓是意料之中。毕竟凉秋成风一路以来毫不掩饰的表现出了对楚风的喜爱与欣赏。可是，当凉秋成风亲自说出了这样的话，人们还是会替楚风感到高兴。毕竟凉秋成风的身份摆在这里，楚风若能拜凉秋成风为师，那日后还有谁敢难为楚氏天族呢？多谢前辈对楚风的厚爱，只是非常抱歉，晚辈曾发过誓，此生此世不再拜他人为师了。为了这个誓言，楚风曾拒绝过多位前辈。楚风说道。听得此话，众人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他们虽说料到了凉秋成风可能会收楚风为徒，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楚风居然会拒绝凉秋成风。哈哈，好，看来楚风小友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今日也的确是老夫冒失了。然而，对于楚风的拒绝，凉秋成风却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惊讶，而是从容的笑了笑。但是在他的眼眸之中，还是有着一抹淡淡的失落。人们也都感受到了凉秋成风的失落。凉秋成风此生从未收徒，之所以不收徒，就是因为他对弟子要求的天赋要求极高。今日他主动说要收楚风为徒，足以表明他对楚风是多么的认可。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凉秋成风第一次开口收徒，竟然是被拒绝了。实际上，若是拒绝凉秋成风的是其他人，人们一定会暗骂他不识好歹。可若是楚风，人们惊讶归惊讶，可是心里却也能够接受。毕竟楚风可是楚轩辕的儿子，身后有那样一位父亲，楚风的确不需要拜他人为师。况且对于楚风人们并不是很了解，就说先前的两位妖女，那可是至尊境的存在。楚风虽对他们充满敌意，但他们却愿意庇护楚风。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让人们意识到楚风有着不寻常的经历，他的确有着拒绝凉秋成风的资本。随后，人们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缠，而是再度恢复到了先前的状况。相谈片刻后，各族之人陆续离去了，凉秋成风也是带着凉秋姐妹离去。但是楚氏天族族长并未带着楚风立刻离开，他似乎有一些事想与乌马天族族长相商。此时，楚风等人依旧在这座远古遗迹之外，不过楚风被安排到了一座独立的临时宫殿。楚风并未休息，而是站在宫殿之巅，面色凝重，心中若有所思。月仙在祖武下界时的确是顶尖强者，可那毕竟是祖武下界，如今这可是祖武星域，这里的强者绝非祖武下界的人可以比拟的。尤其是楚风所掌握的阵法力量，更是强大到可以抹杀包括凉秋成风在内的所有人。当月仙出现的那一刻，楚风的心中是非常窃喜的，他觉得这简直是上天安排的，因为月仙刚好出现在了他掌握阵法力量的地方。凭借阵法的力量，他可以将苏柔苏美抢回来。但楚风没有想到，哪怕那阵法的力量如此强横，但在月仙面前却是不堪一击。楚风失败了，这让他意识到月仙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至尊境，虽然不知道月仙是如何做到的，但他的确拥有着至尊境的修为。面对这样的月仙，楚风要如何追赶？他要怎么做才能把苏柔苏美救回来？弱小无力，几乎盘旋在楚风的每一寸身体，让他非常的痛苦。忽然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自楚风周围浮现，如同结界屏障一般，将楚风封锁了起来。什么人呢？感受到这股力量，楚风也是变得紧张起来。他知道此刻将他封锁的并非结界力量，那乃是强大的修武者力量。这力量将他隔绝了。此时他被封锁起来，没人知道他在这里，也没人知道他被封锁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具有如此力量，并也掌握着可以抹杀楚风的实力。楚风怕是陷入了危难之中。只是楚风的紧张与不安刚刚升起，却又面露喜色，因为眼下在他的身前出现了两道身影。这两道身影在月光之下显得格外的美，超凡脱俗，真的就如仙女下凡一般。而这两位正是苏柔苏美。你没走，楚风欣喜万分，哪怕知道此时的是月仙，可知道月仙还在，楚风也仍然很高兴，因为至少他还有机会与月仙交谈，可以了解他的计划，可以询问苏柔与苏美的安危。我自然不会走，总要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月仙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但是当他的声音落下后，楚风却是身体一僵，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激动起来。他发现苏柔与苏美的目光变了，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两个人，不再是被月仙所占据的人，而是真正的苏柔，真正的苏美。小柔、小美，真的是你们姐妹？其实楚风已经看出，眼前的就是苏柔和苏美，她们姐妹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意识。可是楚风他仍然还是问出了这样一句话，因为他感觉难以置信，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突然到让他猝不及防。毕竟刚刚的他还在为没能救下苏柔和苏美而痛心，可是此时苏柔、苏美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小柔、小美，见对方并未回答，楚风再度开口。而此时苏柔、苏美地娇躯都开始颤抖起来，二人的双眼也随之红了起来。看着这样的苏柔与苏美，楚风心头一算，楚风明白他们不是不想说话，而是见到楚风激动的已说不出话。忽然苏美娇躯一纵，便向楚风扑了过来，她是想扑入楚风的怀中。而几乎在苏美动身的那一刻，
楚风也是动身了。楚风的速度极快，几乎在苏美刚刚踏出脚步那一刻，楚风已经来到了苏柔和苏美的身前。楚风将苏柔和苏美同时揽入了怀中，而无论是苏美还是苏柔，此刻都如同两只小绵羊一般，乖乖地趴在楚风的胸膛前，同时眼中涌动的泪水也是如雨一般滑落而下。楚风紧紧地抱着怀中的苏柔与苏美，也不再说话，而是感受着此时怀中的二人。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，如此的踏实，简直别无所求。也正因为太过美好，才让楚风恨不得一直这样，恨不得时间不再流逝。明月之下，楚风三人相拥许久，情绪才渐渐平息。终于，苏柔抬起头看向楚风：“楚风，不要怪月仙。小柔，我与月仙本无过节，他当年还帮过我们，可是他将你们二人带走，占据你们的肉身，不管他有何缘由，我都做不到不怪他。”楚风放开了怀中的苏柔与苏美，眼中带着一抹坚定，他绝不容许他人占据苏柔与苏美的肉身，现在没办法夺回来，日后也一定会夺回来。这件事，楚风不会妥协。楚风，月仙姐姐她并不坏，否则只要她愿意，完全可以将我们姐妹二人彻底杀死，彻底占据我们的肉身。苏柔说道：“是啊，楚风，月仙姐姐真的不坏，况且她占据我们的肉身也是情非得已，因为冰火珠子的缘故，我们姐妹与她已是无法分开了。”苏美开口说道：“无法分开，难道要一辈子这样？”楚风眉头皱起，隐约间感觉到了不妙。月仙姐姐要去做一件事，做过这件事，她会将肉身归还我们。苏柔说话的同时，苏美也是在一旁点了点头。看着苏柔、苏美居然劝自己，楚风的心中也是颇为复杂。他能感觉到苏柔、苏美这样劝自己，不是被威胁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况且他们还亲切地称呼月仙为月仙姐姐，看得出来他们与月仙的关系似乎是真的不错。但最主要的是，楚风也很清楚，倘若月仙真的坏，完全可以将他们二人抹杀，没必要留着他们，甚至连楚风他都可以直接杀掉，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。那他到底要做什么事？这件事要多久才能做成？楚风问道。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清楚，月仙姐姐不肯告诉我们。苏柔、苏美说道。月仙前辈，我需要知道你到底要去做什么事，并且需要多长时间？楚风开口说道。楚风，你不要强迫月仙姐姐了，她若能说，早就与我们说了。她待我们真的很好，是真的把我们当妹妹看。苏柔说道。楚风哥哥，月仙姐姐她真的。苏美也是开口想为月仙说话，可是话还未说完，苏柔与苏美的目光却忽然变了。前辈，楚风凝声问道。他发现此时苏柔、苏美的目光变了，眼下掌控这两具肉身的应该是月仙。楚风，非常抱歉，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要花费多久。月仙对楚风说道，不仅话语之中满是歉意，他的神态也充满了愧疚。面对这样的月仙，楚风也是有些心软。他终于知道为何苏柔、苏美如此相劝，因为月仙的确诚意十足，他是逼不得已才占据苏柔、苏美肉身的，并且他要做的事应该是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。前辈，那您究竟要做什么？可否告知我？也许我可以帮忙呢。楚风问道。我要去见一个人，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月仙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心中一喜，倘若找人的话，相对来说也许不是那么难，并且他也的确可以帮这个忙。于是楚风问道：前辈，您要找的是什么人？你知道他？月仙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目光变化，且立刻问道：是谁？清玄天。月仙说道。清玄天前辈。听到月仙口中之人，楚风也是目光一动，神色变得非常的凝重。正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人。月仙肯定的说道。此时楚风的心中已经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浪花，实在是清玄天这三个字对楚风而言意味着太多。四象圣兽的主人，九州大陆的传说人物，五只圣土的五帝之首。楚风在祖武下界可以说是一路听着清玄天的传奇故事修炼，在清玄天的光环之下成长起来的，甚至楚风曾一度认为清玄天乃是一个他无法超越的存在。可是后来的事情却又不像楚风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让清玄天在楚风的形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并且清玄天早就离开了祖武下界，并且在祖武下界名声赫赫的清玄天，在这祖武星域并未掀起一丝波浪，甚至都没人认识他。事实上，楚风的父亲曾经说过，其实清玄天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，所以他掀不起大的浪花倒也正常。可在楚风看来，至少也不可能籍籍无名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清玄天根本就没有来到祖武星域，可能直接去到了其他星域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武者的寿命又有限，清玄天是否还活着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确定的事情。想找其他人或者容易，但找清玄天极难。前辈，您真的觉得清玄天前辈还活着？楚风问道。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我必须要找到他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当面与他说清楚。月仙说此话的时候，情绪竟然有些激动，看来他与清玄天之间并非传闻那么简单。听得此刻，却是眉头微微皱起，越是知道不简单，楚风越是感觉不妙。倘若清玄天真的已经不在了，甚至死了很多年，那么恐怕就算有人知道他，也已经将他遗忘了。更何况这浩瀚星域这么大，根本不知道清玄天在哪里，这到哪里去找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这要找到什么时候？楚风，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，这样从五只圣土我占据小柔小美肉身的时候开始计算，给我100年的时间。若是100年之后我仍找不到清玄天，那我就不找了。那个时候我不仅会把肉身还给苏柔苏美，我也会将我的修为全部传承给他们姐妹二人。月仙说道。前辈，这此刻楚风的心中变得有些不是滋味。其实100年时间对修武者来说简直不值一提，月仙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，更何况
月仙到时候还会将其修为传授给苏柔苏美，这对苏柔苏美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。可楚风为何心中会不是滋味？首先，楚风从月仙的态度能够确定他应该是认真的，毕竟他根本没有欺骗楚风的理由。他如果不想交换肉身，完全可以强行占据，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。但正因为楚风确定月仙乃是认真的，楚风才会心酸。他隐约间感觉到那一天月仙会付出的代价，也许不只是修为。前辈，虽然不知道您找清玄天前辈是为何事，可倘若您找到了他，希望前辈能告诉我清玄天前辈在何处，因为有一些事我也想与他当面聊一聊。楚风并没有继续追问月仙找清玄天想要聊什么，因为那应该是月仙的私事，楚风没必要过问，也不方便过问。但是四象圣兽的事，楚风还是想问一问清玄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否当年的真相就如同岩浆帝君所说的一样。好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对于楚风的请求，月仙毫不犹豫的便应了下来。前辈，但是百年之约，我无法替小柔与小美做主，您还需与他们说。楚风再度说道。他们已经答应了。月仙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淡淡的笑了。其实就算月仙不说，楚风也知道苏柔苏美会答应的，毕竟先前极力劝说楚风的可正是那两个丫头。楚风，你再与她们姐妹聊一下吧，我要离开这祖武星域了，并且今晚就要离开。月仙说道。这么快？楚风感到惊讶，他显然没有做好立刻与苏柔苏美告别的准备，于是问道。那前辈要去哪里？还不确定，找他。其实我是凭直觉的，而这直觉一直在变。月仙说道。直觉？楚风心中一紧，凭借直觉找人，这也太不靠谱了一点。楚风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苏柔苏美安全的，最多100年之后定让他们平安回到你的身边。月仙说道。晚辈相信前辈，只是罢了。楚风最终只是无奈的叹息一声，事到如今，就算不妥协，他又能怎样呢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了。月仙此话说完，便再度将苏柔与苏美的意识释放出来，这两姐妹再度掌控了自己的肉身。还不待楚风开口，苏美便扑通一声扑倒了楚风怀中，俊俏的小脸埋在楚风胸前，一言不发，却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衣角。她对楚风的不舍无需多言，因为已经表现得很是清楚。而苏柔则是站在原地望着楚风，面带笑容，看似平静，可是一双美眸不仅满含不舍，竟然也是越发湿润起来。看来月仙前辈的条件你们早就答应了。楚风对苏柔问道。月仙姐姐也不容易，况且待我们姐妹很好，所以我们的确早就答应了，但没想过月仙姐姐竟然只给了自己100年的时间，100年之后就会把肉身还给我们，看来还是你面子大呢。苏柔甜甜的笑着，向来不爱开玩笑的她，此时竟也开起了玩笑。可别看她的笑容很美，但却已经变得有些勉强，反而是眼中的泪光越来越浓。这丫头分明不舍，却怕楚风难受，于是强颜欢笑。100年于他人而言不长，但对于我而言却很长。我楚风要做的事很多，肩负的也很多，但从今日开始，找寻清玄天前辈的下落将是我楚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你们早日回到我身边。楚风对楚风说此话的时候甚是认真，这可不是随意的话语，而是一个承诺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了解你的，你从未让我失望过，所以我信你。苏柔依旧笑着，可双眸却再也挡不住眼中的泪水，两行泪花闪烁着晶莹的光亮，自其美丽的脸颊之上滑落而下。忽然，楚风张开臂膀，将苏柔也一把揽入怀中。此刻楚风将二人抱得很紧，情绪也变得很是激动。此时虽然三人都没有说话，可是在他们的脑海中却出现了相同的画面。那一年，九州大陆青州境内的青龙宗内，苏柔乃是内门长老，苏美乃是内门弟子，姐妹二人乃是青龙宗内无数男长老与男弟子所爱慕之人，然而却没有一个男子能够走进他们姐妹心里。可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，一个外门弟子的崛起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原本平平无奇的少年，开启了逆天之路，奇迹在其身上不断发生，所有人都为之惊叹，就连苏柔、苏美两姐妹，竟也同时为其倾心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也要保护这个少年。往事一幕幕不断浮现，当初的少年不仅成为了拯救九州大陆的传说人物，更是成为了拯救祖武下界的英雄。只是楚风与苏柔、苏美却不能相守于一处，唯有此刻短暂的相处。楚风，100年之后我们再见。忽然，苏柔、苏美同时抬起头望向楚风，而当这句话说完之后，苏柔与苏美的目光便发生了变化。楚风赶忙放开了他们二人，他知道月仙回来了。楚风，相爱却不能相守，这份苦我很清楚。苏柔、苏美同时抬头望向楚风，正因清楚，我才愧疚，但我也没有办法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他此话说完的同时，身影已经消失不见，而那封锁楚风的武力屏障也是随之消失。月仙走了，苏柔与苏美也随之走了。此时楚风心中虽然不舍，但也不再像先前那般痛苦，至少他已经知道月仙不会伤害苏柔、苏美，况且100年之约也给了楚风一份希望。最重要的是，经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楚风已经确定月仙绝非寻常人类。虽然不知道月仙究竟是为何物，可是他修为的进步已经说明了他的恐怖，搞不好以后的月仙会成为一个纵横浩瀚修武界的存在，也说不定。原来你在这呢。忽然又有一道女子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，回头观望，黎若初竟无声无息地落在了楚风的身旁。是你？见到黎若初，楚风的面色有些惊讶。很意外吗？黎若初笑眯眯地看着楚风，她虽然比楚风大了不少，可是容貌却与是非常年轻，这是一个难得的美人痞子，并且与黎月儿还很相像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楚风问道。走了也可以回来。黎若初说道。你该不会是来对付我的吧？楚风问道。我怎么会对付我妹妹的朋友呢？黎若初此时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。此时楚风明白，这黎若初与其说是敌人，其实更像友人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对自己便没有任何敌意。之所以如此，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楚风与黎月儿乃是朋友。黎月儿
她现在怎样了？楚风问道。我妹妹现在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其实我是想问你，再过一段时日，新一轮的祖武十星就要评选了，你这个预言之子应该会去参加的吧？黎若初问道。黎若初这番话可谓是另含深意，他那一句预言之子便表明了他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预言之子根本就不是乌马圣杰，而是楚风。实际上，在远古遗迹中见证了楚风手段的各方人物，也都如黎若初一般，觉得楚风才是真正的预言之子。至于乌马圣杰，不过是人们一个错误的猜测罢了。你如果去的话，凭你的实力，不仅榜上可以留名，稳定前3应该也是不难。黎若初说道。我对这个名号并没有什么兴趣。楚风摇了摇头。楚氏天族自从你父亲被关押起来后，便一落千丈，现如今已是整个祖武星域各方势力眼中的无能之辈。但这祖武10星的比拼，却可让你大放异彩。那个时候，不仅是你楚风扬名天下，楚氏天族也可重新回到众人的视野之中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宿敌灵狐鸿飞应该也会到场。黎若初说道。一个预言而已，先不说预言中的人可能不是我，就算是我，难道这预言就如此准确？我与灵狐鸿飞就非要成为敌人不可？楚风淡淡一笑，对于这个预言，他并不相信，因为他觉得天机尊者再强，也只是一位修武者，不可能拥有那么大的本事。天机尊者的预言从未失算，况且流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就算你不想与灵狐鸿飞为敌，但他也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一定会打败你，来证明你不如他，来证明所谓预言之子，在他灵狐鸿飞面前不值一提。所以这是你的一个劫，你逃不过的。黎若初说道。那个灵狐鸿飞现在是何修为？楚风问道。3年前乃是一品尊者，至于现在不得而知。黎若初说道。一品尊者吗？楚风眉头微微皱起，随后苦笑道。就算我去了，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预言中说过，日后的你会成为他的对手，并不是现在。如果他现在对付你，相信也会被人嘲笑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。况且既然注定有一战，何不先去看看对手？黎若初说道。你似乎很想我去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楚风问道。没什么好处，我只是觉得你去对你有好处。黎若初说道。好处？倘若世人知道我楚风乃是预言中的人，那么灵狐天族岂会放过我楚氏天族？楚风问道。在你之前，人们都觉得那预言之子乃是乌马圣杰，那你看乌马天族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呢？黎若初问道。此刻楚风陷入沉思，似乎黎若初说得很对，乌马天族并没有因为乌马圣杰而受到打压，反而得到各方势力的青睐，那些前来交好的势力便是最好的证明。放心吧，灵狐天族那种势力不会难为你楚氏天族的。在灵狐天族的眼中，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，那便是星域主剑。黎若初说道。星域主剑？楚风目光一动，对于这个答案他感到很是意外。灵狐天族想做祖武星域的主人？楚风问道。他的内心有些被惊到了，虽然知道灵狐天族很强，但楚风却没想到灵狐天族竟然有着如此野心，并且倘若已经做好了与星域主界为敌的准备的话，那么灵狐天族的实力必然比楚风想的还要可怕。现在这件事还未公开，不过灵狐天族蓄谋多年，近些年的一些事情也开始与星域主界正面抗衡。依我看，灵狐天族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你莫要担心，倘若你真的能够崛起，灵狐天族不仅不会为难你，可能还会拉拢你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不要对灵狐天族做过分的事，不要去触碰他们的底线，你懂的吧？黎若初说道。我与黎氏天族乃是敌对，你帮我对你没有好处吧？楚风问道。我对你从未有过敌意，我也并不希望黎氏天族与你楚氏天族为敌，不过现在也不必担心这些了，黎氏天族不会与你为敌了。黎若初说道。为何这样讲？楚风问道。至尊境做靠山的人，整个祖武星域敢招惹的势力有几个？反正我黎氏天族是不敢。黎若初说道。此刻楚风有些尴尬，之前他还一直想凭力量从月仙手中抢回苏柔苏美，却不曾想月仙竟然成为了他的保护伞。对了，那2个丫头到底是谁啊？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况且你对人家似乎还有些敌意，看来关系不简单嘛。黎若初笑眯眯地看着楚风。这件事恕我不能相告了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你不有对我保持这么大的戒心，就算你与我妹妹并非朋友，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我也不会与你为敌，毕竟你是我所崇拜之人的儿子。黎若初说道。黎若初此话一出，楚风的内心便立刻掀起了波澜，一股得意自心底而生，他的父亲竟然影响了祖武星域这么多优秀之人，楚风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。